由于这条将近40厘米长的巨骨舌鱼上一条视频已经测试过了，咱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一条将近20厘米长的小巨骨舌鱼。而这一次我还特意准备了很多小金鱼用来投喂。但是我这个鱼缸不仅只养了巨骨舌鱼这一种猛鱼啊，里面还养了一些其他的，所以呢，咱们要把其他的猛鱼给它喂饱之后，这样的话就不会跟巨骨舌鱼抢东西吃了。趁现在鱼肉还在解冻，咱还是先把巨骨舌鱼给它隔离起来。这虾也解冻的差不多了，咱们直接开始投喂。由于这些猛鱼本身就不大，所以很快都吃饱了。来，现在差不多就可以给它放出来了。可是这条巨骨舌鱼本身就不大，所以呢，咱们投喂的话就先从小的开始，来，直接走你，来，慢慢的过去吃了，但是这好像没有击杀特效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再来投喂一条大一点的，说不定就有了。来，咱们直接开始，狩猎的时候到了。我的天，兄弟们看，虽然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啊，但整体来说还是挺帅的。就不知道我养的这些其他的猛鱼啊，都有没有击杀特效呢？那咱们下集啊，一定要来测试一下。这下完了，我养的黄金桂鱼跳缸了。时间回到昨晚凌晨1点，这个时候黄金桂鱼还好好的，但是到了上午10点钟的样子，刚进来就感觉不对劲。这个时候发现它也一切都完了。我去，我刚刚已经看了一下，它外面已经完全是硬了，而且这个尾巴呢也已经干了，救都没有救的可能性。原本这条黄金桂鱼是养在这个鱼缸的，但是它昨天晚上就从这个地方跳到这个鱼缸的盖子上面来了。本来这一盏鱼缸灯是放在那边的，现在已经昨天晚上可能是动作特别大，它把这个鱼缸灯全部都翻到这边来了。就是这条黄金桂鱼我都养了将近1年时间了，我都没有看到它跳缸的这种情况，所以呢，现在我都没有用盖子给它盖起来，但是呢，这个概率还是1%的概率。我没想到它就真的跳出来了，而且这也是我养的最重要、最珍贵的一条鱼。当时豆瓣先生把这条鱼送给我的时候，也信任着我能把它养好。可这结局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，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那只能先给它拿出来放进冰箱里面，好好的给它冷藏起来。养100种粉丝推荐的鱼，今天挑战魔神鱼。据说这种鱼的颜值相当的高，而且身上还能长出梅花般的鳞片。刚好我粉丝就养了一条将近40厘米长的，当天谈好价格之后就立马拿下。接下来就是最期待的开箱环节，我真的非常的紧张，一定要活着呀这条鱼。我去，还活着！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这是一种体型非常大的雷龙鱼啊，而且这种鱼的性格也极为凶猛。我去，这么大一条，说实话，又该把它养在哪个鱼缸呢？看了半天，我觉得这个鱼缸非常合适，但是这个里面还养了一些其他的鱼，里面看有这个巨鲍鱼、巨骨舌鱼，还有这个白鳍猛鱼，所以呢，这个的话要把鱼全部都给它捞出来，放到另外一个鱼缸去。全都已经捞到袋子里面来了，咱们直接给它转移到新的鱼缸。好，顺利入缸，哇！再把盖子盖起来，避免鱼跳缸。里面的鱼全部都捞走之后，又感觉整个鱼缸空荡荡的，所以呢，这一次我就给它准备了一个这么大的沉木给它放进去啊。而沉木的作用主要可以给鱼提供一个完好的庇护所。现在这条魔神鱼已经过温过水差不多了，直接开始把鱼捞起来放进鱼缸。嘿，进来了，动作一定要快。进来。哇塞，看到没？好好看呐！不过兄弟们，现在这条鱼整体的颜色并没有那么艳丽，所以咱们得先让它在这个鱼缸里面适应个2-3天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来见证一下这条鱼都有哪些变化。那下集还想看我整理什么猛鱼呢？记得告诉我。学长，你什么时候能养条龙鱼？没问题，刚好我订了一台最引进的龙鱼缸，已经到货了。先卸下来再说。现在咱们直接开箱啊，看看这台鱼缸的颜值到底怎么样。正在全力开箱中。这个鱼缸的包装已经全部都拆开了，但是要把它组装起来啊，这么大个家伙，我一个人是完全不行的。还好豆瓣先生这边人多，经过一番打量之后，就决定先把鱼缸的底柜抬进去。大概整个安装过程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这台鱼缸就已经组装完成了。像这种专业级的鱼缸，你们应该很少见。顺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一台博特的鱼缸，用它来养龙鱼，这简直太酷了。特别是这个鱼缸的高度啊，真的特别高，我就喜欢这样子的。哎，你别踮脚啊！接下来就是要开始给鱼缸里面放水了。像这个里面的管件已经全部都是组装好的，所以呢，我就不需要重新给它组装起来啊。这真的非常适合我这种不愿意动手的。趁放水期间，赶紧先把滤材给它补上。经过10分钟的等待，这个鱼缸的水就已经全部都放好了。但是现在又还不能放鱼，要静静等待个10几天的样子，等它这个水养好了才能开始放鱼。那最后我还想问问大家，其实龙鱼还分为很多种，就比如红龙、金龙这些。那你们最想看我养哪种龙鱼呢？咱们评论区见。
巨骨神鱼到底需要长多大才有这样的击杀特效？正好今天可以来测试一下。而这一次我还特意准备了很多小金鱼用来投喂。但是我这个鱼缸不仅只养了巨骨神鱼这一种猛鱼啊，里面还养了一些其他的。所以呢，咱们要把其他的猛鱼给它喂饱之后，这样的话就不会跟巨骨蛇鱼抢东西吃了。趁现在鱼肉还在解冻，咱还是先把巨骨蛇鱼给它隔离起来。慢慢的，别动哦。哎，进来了，暂时就先让它好好待在里面。现在鱼肉已经解冻的差不多了，来，咱们直接倒下去。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这些猛鱼就已经全部都吃饱了。而巨骨蛇鱼的话，现在也可以直接放出来了。来吧，咱们直接开始投喂。首先，咱们来先丢一个小的，避免它吃不下。但是我总感觉鳄鱼鳝又想吃到。喂，不会了，你还真吃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忍住。算了，不跟他计较，咱们继续投喂。这一次我就不信吃不到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来了一口，吃了，慢慢等一下。哎，有看到没？不过就是有点不太明显，没关系，咱们下一条投喂一条大一点的鱼就可以了。咱们直接开始。Here I go， 好多是刚才的击杀特效，哇，简直真的是太帅了！本来打算也想给其他猛鱼也投喂一下小金鱼，看看会不会有这样的击杀特效，但是今晚已经全部都投喂饱了。那等到时候咱们再来统一测试一下。今天网络热门怪鱼事件，奇葩事件。奇葩事件，像这种连内脏都没有的怪鱼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但是很多不懂鱼的媒体就到处转发，震惊某某男子捞到了一条凹腹鲤鱼、空腹鲤鱼等等。虽然他们是有这个症状，但有没有可能这不是鲤鱼？真正的鲤鱼实际长这样，特别是在尾巴下端的颜色是艳红色的，而不是像这种纯黑色。还有鳞片，如果是鲤鱼的话，按照这个体型的话，应该还要更大一些。我刚开始还以为这是一条草鱼呢，但是我看到它的头部的时候，这应该就是一条鲫鱼。但是鲫鱼也分为很多个品种，像视频中这么大一条的，应该是一条工程鲫，又名香云鲫。你看这图片里面的这条鱼，这是一位钓友钓起来的，跟视频里面的这条鱼对比，简直一模一样。至于这条鱼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其实原因还挺多的。有人说是得了腹水病，或者是这鱼的肚子里面寄生了面条虫，还有的说这是被猴辐射了。你们觉得哪种可能性更大呢？万般的努力，只为出人头地，低头弯腰。这是一位大哥在公园里面钓起来了一条带蓝色的怪鱼，养过鱼的应该都知道，这就是一条锦鲤。至于这条鱼为什么会变成这种蓝色，很有可能是某个养鱼佬用亚甲基蓝浸泡的时间太长了才导致的。而亚甲基蓝其实就是一种养鱼的药剂，如果鱼身上得了一些病，就比如水霉、白点之类的，就可以用这个来进行治疗。而且这个东西如果一不小心沾到手上了，这都有点难洗掉。你看这大哥主页里面还不止钓起来了一条呢，但是这条鱼最终是被豆瓣先生他们花高价格给他收过来了。我还特意去看了一眼，这也确定了我自己的观点。这条鱼的尾鳍旁边颜色都是从深到浅，这明显100%就是用亚甲基蓝泡出来的。视频中这条怪鱼就很有意思，这不用猜就是一条鲢鳙，这是一种滤食性鱼类，你就可以把它的鱼鳃比作是一个漏网，它就是靠这个在水中里面捕捉浮游生物来进食的。但是视频中出现的这条鱼是浮在水上层，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可能是这个钓鱼佬刚打完窝，然后水面就有一层没有下沉的窝料残留物，刚好这条鱼闻到气味就慢慢浮上来，大口大口的滤食了。但还有一种可能性也会导致这个原因，就是水体缺氧。但是看这个视频里面也就这一条鱼浮出水面，那也就证明了这个水体不缺氧。真缺氧的话，那这片水域的鱼都会浮出水面。我看评论区还有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引路鱼，你去抓它的话，它就会要了你的命。其实这个就只是民间说法而已，并不科学。最后这位大哥说是把这条鱼弄起来给它炖了。